各位老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高维认知。我想先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自查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早上醒来还没睁眼，脑子里已经开始快进今天要做的那几件麻烦事，心里没来由的一阵紧缩。在电梯里，明明只有几层楼，却恨不得一直按那个关门键，觉得电梯慢得让人心烦。在单位里，刚布置下去一个任务，哪怕明知道需要时间，却隔半小时就想去催一下进度，好像不催这事儿就办不成。甚至在家里，老伴说话稍微啰嗦一点，或者孩子回消息慢了一点，你就忍不住想发火，觉得全世界都在浪费你的时间。如果这些场景你觉得眼熟，那么我今天必须得跟你交个底，你可能正陷入一种非常危险的负能量场里。这种能量，咱们老祖宗用一个字总结得特别精辟，那就是急。在很多人眼里，急是进取心的表现，是效率的代名词。但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扎心的真相，急其实是一种病态，是中年人最隐蔽也最致命的一场慢性自杀。咱们这代人大多是听着只争朝夕长大的，我们习惯了奔跑，习惯了赶路，习惯了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抢那几秒钟，于是我们把自己活成了一根被拎得太紧的发条。咱们回想一下，为什么会急？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太贪心了。这种贪心不是贪财，而是星号贪快，星号。我们想要跳过播种、耕耘、除草、等待的过程，恨不得今天刚把种子撒下去，明天就能看到满树的果子。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及时反馈的爽感，一旦现实没有按照我们预想的快进键来演，我们就开始焦躁、沮丧，甚至开始自我怀疑。这就好比你去钓鱼，刚把钩甩下去2分钟没动静，你就开始收竿、换地方、骂鱼塘没鱼。结果呢？你忙活了一整天，换了10个窝点，最后一无所获。而那个坐在那儿半天没动弹的老哥却满载而归。急的本质就是想要跳过过程，直接拿到结果。但这世界上所有的真理都告诉我们，没有过程的结果往往是空中楼阁，一碰就碎。老友们，咱们到了这个年纪，身体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随便挥霍的本钱了。当你处于急的状态时，你的身体其实一直处于一种战斗或逃跑的应激模式，你的交感神经高度兴奋，肾上腺素飙升，血压不自觉地升高，心跳加速。如果你偶尔急一下，身体还能自我调节，但如果你每天都活在急里，这就相当于你给一辆开了10几年的老车，一直踩着地板油在跑，发动机能受得了，底盘也受不了啊。很多老友觉得最近失眠、偏头痛、胃口不好，甚至莫名其妙的心慌。去医院查，大夫可能说你植物神经紊乱。说白了，就是你把自己那根弦绷得太紧了，断了。这种急躁的状态，不仅没法让你更快的成长，反而让错误频频发生。因为当你急的时候，你的大脑是被情绪控制的，你的判断力、洞察力都会大幅下降。你会因为急着赶路而看错路标，因为急着签合同而漏看条款，因为急着证明自己而丢了体面。最后，这种坏情绪还会像浓雾一样罩着你，也影响着你周围的人。老伴不敢跟你多说话，孩子见你就躲，同事跟你合作总觉得心惊肉跳。你说这样的急到底带给了你什么？咱们老祖宗早就看透了这一点，他们留下了无数的智慧，其实都在教我们一个字：缓。你有没有观察过一棵果树？它在春天开花，夏天结果，秋天成熟。你如果因为急，非要在夏天给它打催熟剂，那果子虽然红了，但它是苦的，是没有灵魂的。过早催熟的果实终会失去本真的甜香。人生也一样，咱们现在很多老友在家里带孙子，或者在带团队，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压力大，焦虑多。
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咱们这些长辈太急了，我们急着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，急着让孩子考第一，急着让孩子出人头地。结果呢，孩子被催熟了，却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，失去了那种由内而发的生命力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世事有明法而不议。世间大道自有定数，早一分晚一秒都有它的节奏。而这样的节奏，你可以洞察，也可以利用，唯独不能贪急求快。庄子讲过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叫庖丁解牛。梁惠王问庖丁，为什么你解牛的时候动作那么优雅，像跳舞一样，而且19年了，你的刀还像新磨的一样锋利？庖丁回答说，臣之所好者，道也，近乎技矣。他说，我追求的已经不是技术本身，而是道。我解牛的时候，不去硬劈骨头，而是顺着牛的天然机理，在那些骨节之间的缝隙里游走。因为我的刀刃薄，而那些缝隙宽，所以我的刀能挥乎其余游刃，必有余地矣。但即便如此，庖丁也说，美至于足，吾见其难为，触然为戒，食为止，行为迟，动刀甚微。你看，即便是一个顶级高手，在遇到复杂的地方时，他依然会慢下来，慎重，疏齿，动刀，精微。这就是依乎天理而行其间的智慧。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急性子呢？他们不是顺着纹理走，而是想一刀劈开骨头。结果呢，刀崩了，手伤了，肾儿也砸了。低境界的人总是活在急躁的情绪里，而高境界的人早已活在规律当中。老友们，咱们这辈子做了这么多选择，经历了这么多风浪，到了这个岁数，最该学会的一门手艺，其实就是像庖丁那样看清纹理，慢下刀。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，结硬债，打呆仗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绝不贪功冒进，绝不急于求成。他打仗就是一步一个脚印，先把营扎稳了，把壕沟挖深了，等敌人自己犯错。他这套战法看起来最慢，但最后却平定了太平天国。因为他深知一个道理，人缓则安，事缓则圆。想象一下，你手里拿着一个捏起来很有弹性的减压球，如果你心里很烦躁，很急切，你用力去捏它，它会变形，甚至会变得面目全非。但只要你一松手，那个球瞬间就会被弹回原形。我们做人做事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你因为急着想赚快钱，去跟风投资一些你根本不懂的项目，这就叫用力捏球。也许短期内你能看到一点变形，账面浮盈，但只要市场一波动，或者你资金链一断，松手，你不仅会被打回原形，甚至会连本带利赔个精光。在这个用力过猛的过程中，你损失的不仅仅是金钱，你的初心，你的底线，你对生活的热爱，都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磨掉。为什么现在的中年人普遍感到疲惫？因为我们在前半生用力太猛了，我们总以为只要跑得足够快，就能把烦恼甩在身后。但我们忘了，有些东西是需要时间去沉淀、去发酵的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讲，上善若水，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师。你去看那山间的溪流，它从来不急着赶路，遇到石头它就绕过去，遇到低洼它就填满它，遇到悬崖它就变成瀑布。它看似柔弱，却能滴水穿石；它顺势而流，却能无坚不摧。它从不急着赶路，却最终汇入大海。它不争不抢，却谁也挡不住。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？这就是星号心平能御3000疾，心静可通万事理星号。反观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，大家都在推崇快节奏、快反馈、快成功。看个电视剧都要2倍速，谈个恋爱都希望1周确立关系。慢了就焦虑，慢了就觉得自己被时代抛弃了。
觉得自己在这个内卷的社会里在退步，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觉。老子还说过一句话，特别扎心：起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。当你踮起脚尖，想要站得比别人高的时候，你反而站不稳；当你迈开大步，想要走得比别人快的时候，你反而走不远。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场100米冲刺，而是一场需要配速的马拉松。在马拉松赛场上，那些一开始就拼命往前冲的人，往往在半路就抽筋倒下了。真正的赢家是那些懂得控制节奏的人，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快，什么时候该慢，什么时候该停下来再补给站喝口水，调整一下呼吸。听到这里，很多老友可能会问，博主，你说的道理我都懂，但我天生就是个急性子，遇到事儿火就往上撞，我该怎么改？别急，既然是来给大家解惑的，我肯定带着药方来的。戒掉急，不能靠硬压，你越压，反弹得越厉害。我们要学会疏导。我给大家提供3个实用的建议，这3个建议也是我自己在生活里反复验证过的。一、凡事预留缓冲期。很多人的急来源于对未知和失控的恐惧，因为事情没有按照计划走，所以你急。怎么解决？人为的给自己制造缓冲期。比如你约了人早上9点开会，你不要8点半才出门，你8点10分就出门，哪怕你提前到了，在楼下喝杯咖啡，看看报纸，这20分钟的从容会奠定你一整天的好心态。比如你接了一个项目，老板让你1周交差，你自己在心里要设定一个5天完成的目标，剩下的2天就是你的缓冲期。这期间哪怕遇到突发状况需要修改，你也不会因为时间不够而气急败坏。庄子说，走多远的路就要做多长的准备。你想一口气跑完1000里路，结果往往是半路就倒下。学会给自己留白是成熟的标志。2、练习第3人称视角。当你发现自己又要开始急的时候，比如你在辅导孩子写作业，火气马上就要压不住了，这个时候教你一招，在心里喊一声停，然后想象自己正飘在天花板上，看着底下的你。你看那个面红耳赤、青筋暴起的中年男人，为了几道算术题，正在对着自己最爱的孩子大吼大叫。你用这种第3人称的视角去看自己，你会觉得滑稽，甚至会觉得有点可怜。人莫见于流水，而见于止水。人不能在奔腾的流水中看清自己的倒影，只有在平静的水面上才能照见自己。心也一样，浮躁的心看不清自己，只有当你把情绪抽离出来，静下来，你才能照见那个真实的本来的自己。当你学会了跳出情绪看自己，你的火气瞬间就能消下去大半。3、把注意力从结果转移到动作上。急的根源是盯着结果，要治这个病，就要把目光收回来，盯在眼前的每一个动作上。打高尔夫球的时候，如果你脑子里想的都是这杆一定要进洞，你的动作肯定会变形。教练会告诉你，别看洞，看球，专注于你的握感、你的站姿、你的挥杆轨迹。动作做对了，球自然就进洞了。生活也是一样，不要每天盯着银行卡余额级，把注意力放在你今天读了什么书，见了什么人，做了什么有价值的沟通上。不要盯着孩子能不能考上名校级，把注意力放在你今天有没有好好陪他吃顿饭，有没有耐心听他讲学校里的趣事上。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，这不是一种消极，而是一种极高的智慧。当你把每一个当下的动作都做到极致，结果往往会以一种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方式来到你面前。古人讲厚积薄发，讲宁静致远，讲行稳方能致远。这些话年轻的时候听，觉得像是在喝没味道的白开水，老套说教。但到了咱们这个年纪，经历了起起落落，经历了那些因为急而栽过的跟头，
你再回过头来品这些字，你会发现每一个字都是用时间和教训熬出来的血泪经验。急躁抓不住风，握不住水。太多事情你越想抓紧，反而越容易流失。人如此，事如此，才更如此。你越是急着想抓住一个不爱你的人，他跑得越快；你越是急着想抓住一个风口，往往成了接盘的韭菜。你越是急着想证明自己，反而越容易露出破绽，让人看清。真正的强者，从来都是在岁月里熬出来的，而不是在情绪里急出来的。大家还记得《西游记》里的唐僧吗？论武功，他连个小妖都打不过；论法术，他什么都不会。他手底下的3个徒弟，哪个不比他厉害？孙悟空一个筋斗云108000里，去西天取个经，一天能打个来回。那为什么最后取得真经的是唐僧，而且必须是一步一步走过去？因为取经的意义不在于那个经书的结果，而在于那个9981难的过程。如果孙悟空直接飞过去把经书拿回来，那不叫取经，那叫快递。唐僧身上最大的能量不是法力，而是定力。妖怪要吃他，他不急；女儿国国王要留他，他不急；徒弟们闹情绪要散伙，他也不急。他认准了一个方向，然后用一种看似最笨最慢的方式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。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，最缺的不是聪明人，而是那种能够耐得住寂寞、守得住重心的笨人。当你不再急着要一个结果，而是把精力放在每一天的积累上，你会发现你的心境变了。你不再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而患得患失，不再因为一时的得失而大喜大悲。你变成了一座山，山就在那里，不急不躁，但谁也无法忽视它的存在。老友们，我们辛苦了大半辈子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难道就是为了在临终前回首一生，发现自己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，一直在转，却从来没有停下来看看风景吗？花开花落自有时，江河奔流自有期。如果你也是一个急性子，如果你也总是觉得心里有团火在烧，觉得时间不够用，觉得什么事情都没做好，那么听我一句劝，不妨试着让自己慢下来。慢不是落后，而是让灵魂跟上脚步的慈悲。各位老友，人生已经过半，上半场我们拼的是体力，是速度，是冲劲，但到了下半场，我们拼的应该是心力，是耐力，是定力。愿我们都能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的宁静，不急不躁，稳步向前。咱们下期再见。